告司令官，汉口侧勤报告，13架零式飞机今晨倾巢而出，伴随57架97陆攻，正朝重庆飞来。立即电告高云天，我敢死分队准备迎敌。是。报告司令官，红军敢死队已经起飞。 报告，加藤大佐来电。好，就这样。念。97陆攻击群已接近重庆上空，即将进入轰炸航路。电告大佐，如遇空中攻击，不要与对方纠缠，投弹完毕立刻返航。后面的事情，全部交给灵战队去做。是。 什么？观察到我机在向敌轰炸机攻击。是的。我不是让他专门打敌人的新型战机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马上给我接成都的高云天。是。 立刻返航！不要纠缠。明白。12航队已经返航。3架军，你在哪里？我距离你不到20公里，就在你的左上方。那你还等什么？该出场了！ 现在下去会误伤你的，你那已经乱成一锅粥了。将军，高大队内联络断了，好像是电台的故障。这怎么可能呢？这高云天又在玩什么把戏？将军，我看他是好意，将在外，军令有所不受。 司令官，地面观察到有2架日军97陆攻被我击中起火。既然委座要求我们空军必须抗战到底，这也就是底了。已经到了，加油！已经跑完了。是，击到了。 太给了，再晚就回不去了。知道了。跟那人跑了，很奇怪，他们向4面低空跑。就1对1的追上他们，干掉他们。跟我上！报告，重庆上空的支那战机突然四散隐蔽，临战队正分头狙击。 立刻电告川上大尉，不要分散攻击，集中机群，直扑成都机场，给我荡平支那人的鸟巢。是。报告，讲。 2个废弃机场均报告，有我空军飞机紧急降落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，不过。 其中一机场遭敌机机枪扫射，我3架飞机起火。3比3，不算丢人。报告，讲。成都远郊防空观察报告，8架不明敌机正低空向我太平寺机场飞来。拉下迫击炮，全体进入工事，准备迎战。
真正的目标。交给我吧，队长，我这就下去打掉他。来点刺激的，下去亲手把他缴获了。这主意很棒，队长。是啊，怎么干？谁来干3号、4号、5号注意，听到了，队长。你们由南向北飞，错误不贯彻着陆滑行。我们其他飞机掩护你们。3号听明白，4号听明白，5号听明白。执行吧。
云天。报告，是从市转告，委座询问太平寺机场日军降落一事的处理意见。呈告委座，从明天起，我现存的5大队改名叫无名大队，包括我在内，大队所有未死者，从明天起都闭挂赤字。明白。自璧山之战后，没有自己航空工业的中国空军，终于丧失它几乎所有的空中精英。不久，由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，来自苏联的援助也逐步缩小，并终于中断。中国空军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。高，我知道这是你们最困难的时候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欧洲局势险恶，苏维埃人也无法独善其身。斯大林同志给我的命令是带走一切装备，我也只能执行命令。我明白。将军，我必须向您报告，3架 C-62无法起飞。什么？你是说3架 C-62轰炸机发动机故障，无法起飞？是的。高，是你们做的手脚吧？你们看见了吗？别跟我来这一套。你们在3架飞机的航油里放了白糖，结果化油器被堵住了。既然飞机出了故障，那就把他们留下来吧。高，我们恐怕再也不会回来了。看在3年我们鲜血凝成的友谊的份上，我们就把这3架飞机留给你们。谢谢，你知道我需要他们。这样我只能报战损了，因为我理解你们身负的苦难和责任。祝福你，高。
听我通报，10架临时飞机有核内飞人。我不相信，怎么现在到处都在报告发现了日本人的临时飞机呢？哪里会有那么多临时飞机？这是不可能的。只是中岛97式飞机，这种型号属于日本陆军，比日本海军的96舰战还不如。胡少校，我请你们以后不要再嚷嚷了。动脑子想想，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零食？少校，我看你们现在是得了零食恐惧症了，请你们以后不要再给零食做广告了。该死的家伙！太可恶了！不过显而易见的是，日本人这会儿就算是开着木蜻蜓飞过来，你们也拿他们没有办法。相信你们大家都已经知道了，日本人卑鄙地偷袭了珍珠港。这对你们的未来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我们面临的任务之艰难，远远的超出我的想象。这也意味着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再不必躲在幕后作战了。全体起立，孩子们！这意味着，你们是美国志愿航空队。你们是谁？美国志愿航空队。我听不见。美国志愿航空队。我还是听不见，因为我的耳朵被敌人的炸弹炸聋了。我们是什么人？美国志愿航空队。说得好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美国志愿航空队不再仅仅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而战。也是为了我们美国而战，因此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刻，让我们一起对准，并打击我们共同的敌人。即将升空作战的，我会为你们祈祷；即将献出生命的，我向你们致敬。敬礼！记住这个功力，司令官。讲。陈纳德上校来电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日本人已经全面占领曼谷。据可靠情报，日本的地面部队已经开始向滇缅公路出动。志愿队的第3中队协助英国人开始驻防仰光。上校将亲率志愿队1、2中队明天北上昆明。上校要求我们派出中航的运输机，把他们的地勤和指挥人员全部运往昆明。天，这个时候我上哪找到多余的运输机去？日本人在珍珠港、菲律宾、马来西亚等海域屡屡得手，现在直取香港。我中航的所有运输机在香港抢运人员和物资。毛兄，你想过没有？香港一旦沦陷，滇缅公路就将成为我唯一的一扇透气口。这个我知道，可是我们运输机的所有作为，
我管不了那么多。无论如何，明天你毛兄必须协调出3架中航运输机，昼夜不停地给我飞，一定要把志愿队的所有设备和人员运往昆明，形成空中战斗力，一刻也不能耽误。好，好，这得罪人的事儿，我不做。不就是些金银细软吗？是他妈的那些金银细软重要，还是国家的生命线重要？告诉他们，有什么屁话找夫人直接讲。夫人，你就别自找没趣了。我告诉你说吧，中航的2架专机运输机，拉的就是夫人在香港别墅的家私。我协调，我来协调就是了。一点不错。大本营派我到你们第5飞行师团，就为了协助你们扫荡美国人在亚洲的最后战斗机队。森川将军，这也太过分了！你们在珍珠港、菲律宾所向披靡，出尽了风头。现在剩下最后一点彩头，你们都不肯撒手。难道离开了海军，我们陆军就无法作战了吗？不，宫门将军，大本营没有轻视陆军的意思，完全是因为我熟悉这个对手。我和他已经打了4年的交道。作为顾问，我只是希望能对你们有所帮助。既然这样，那你说说，我们怎么才能打掉这群美国的空中牛仔？目前的情况如何？3个小时前，我们在泰国的基地派出侦察机，在仰光上空进行侦察拍照，这是在冬瓜机场上空拍到的。也就是说，陈纳德的全部志愿队战机目前仍然在冬瓜机场。是这样的，加上英国的皇家空军，目前在仰光有100多架战斗机，实力相当强啊！我已命令我第5师团主力机群，近日对仰光发起强行攻击。将军，你就没想过吗？我对珍珠港和菲律宾的空中突袭均为偷袭成功。我也想过偷袭，可是海军把他们打成了一群惊弓之鸟，他们24小时在仰光上空巡逻警戒，再想偷袭已无可能。那你就没有想过，首先攻击昆明，摧毁他们的昆明基地，这将是意外一击。昆明？对，打掉他们的昆明基地，扫除一切后顾之忧，然后再全力攻击仰光。到那时，即使我们在空中打不掉他们也不要紧，因为我们的地面进军将很快占领仰光，陆军的坦克
可以直接开进仰光机场。森川将军，您不愧是行家。是第二批次，3架中航运输机还得要2个航次，才能将亚洲志愿队人员设备运来。这么说会一直坚持到黎明？那夜航的照明设备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已调来了4部汽车，用汽车前灯照亮跑道。不行，照明度不够，不能有半点差错。你知道吗？今天晚上志愿队36架 P40就会到这儿，你让我该怎么办啊？可是别处再也找不到汽车。这样吧，从修跑道的劳工里找出600人，各持火炬。今天晚上列队在跑道2旁，一定要确保志愿队的安全上路。是。高大队。啊，改不了口，应该叫高参谋长。叫什么都行啊，少平，你知道我见了你多高兴吗？我这次叫你来，知道是做什么吗？是做志愿队的后勤总管，这美国人的吃喝拉撒睡全靠你了。但是，如果吃住行有任何一点毛病，我拿你是问。放心吧，没问题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就等美国人入驻了。哎，我说高大队，咱们中国人这个热情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吧？你看看这菜单，你看看啊，我干了这么多年后勤了，从来没这么阔气过。我还特意把昆明饭店的大厨师还有甜点师都调来了。他们一天吃肉的量，是咱们中国人1年吃肉的量，这太……行了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咱们账啊不是这么算的。你看啊，这日本人虽然在珍珠港和菲律宾频频得手，他的飞行部队呢更加骄横不可一世，但我有一种感觉，他们胃口太大了，而且战线拉得太长，只要有一点机会，我想我一定能迅速地夺回西南的制空权。我信你，没问题。参谋长，有电报。河内日军第5飞行师团有新的动向。看来双方都想到一块儿去了，都看准了昆明。36架 P40已安全着陆，上校及指挥人员已搭乘中航的运输机安全到达。告诉志愿队，咱们进城就在机场安顿，让地勤把他们所有飞机油都给我加满了啊！通知少平，让他把后勤保障给我从城里搬到这儿来。是。上校，上校，有你出任中方的参谋长，我就放心多了，因为有你在，至少能睡个好觉了。上校，这觉呢你是睡不了了。我们刚刚截获了日军第5飞行师团的作战情报，明天日军就会来昆明。这帮混蛋，
有898，云南境内已经开启了所有的对空情报。我们有几千人在日夜的不停的监视着。一旦河内的敌机过来，我们有1个半小时的预警时间。我的司令部在哪儿？上校，是你啊，胡少校！没想到我们两个又凑到一块儿了。上校，我仍然是你的翻译兼联络官，我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。胡少校，你别想和我克莱尔里陈纳德平起平坐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我现在仍然是你的长官。好了，快点，领我去我的司令部。是。上校，指挥所就在佛塔下的石洞内，坚固而不引人注目，并且配有双套的电话和电台设备，来沟通空中战机通话和整个地面情报网。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吧。胡少校，这地方找得不错。当然了，这是佛地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一定会给你带来吉祥。真的会这样吗？老实说，我有些紧张，毕竟我的那些战术要经受第1次实战检验。不应该啊，上校。我跟着你4年了，从没见你紧张过。情况和以前不一样了。在过去的4年里，我一直是在旁边出主意，但是这次不同，这一次，我必须要对整个战斗负全部责任。总之，这次行动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哎！顾满将军，我没有看到你的护航战斗机，请告诉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森川将军，忘了告诉你了，我的战斗机群昨晚已调往曼谷，集中用于对付仰光的突击。至于鸟巢空空的昆明，我想用10架轰炸机就足以对付了。摧毁支那人的基础设施，战斗机群是帮不上忙的。你是能省则省啊！对付蟑螂，能用火钳，就不用棒槌。报告，方向河内，截获日本空军电台呼叫信号，其攻击机群已经升空，在空中完成了编队，正向我进攻。几架？从通讯的数量上判断，应该在9到12架之间。过接上校的指挥所。是，明白。我马上告诉上校。上校，大约10架日本轰炸机在老街越过云南边境，正向北飞来。命令支援队进入1等战备，全部在起飞线待命。是。伙计们，记住程序没有？中队长放心，很好。重复一遍。杰克的2中队4机编队拦截，霍华德另一4机编队在昆明上空做防御性巡逻。我1中队16架飞机在昆明偏西高空待命区飞行。一有战事，立刻投入战斗。对，都记住自己的位置。兄弟们，走！给昆明发报 ，X-10号防空站，听到云层上空有发动机噪音，向西北而去。X-10站听到沉闷的发动机声。报告 P8站上空发现不明飞行物飞行。报告 C23站的高空云层中有多种噪音。逐条报告。
上校指挥所，敌机正向我纵深挺进。是。我命令，2中队可以起飞了。是。可以确定，来袭敌机一共10架，为9机重防空炸机，10点45时到达楚雄上空。鲨鱼翅蓝色呼叫基地，鲨鱼翅蓝色呼叫基地，我们在向东搜索，尚没有发现敌机，尚没有发现敌机。我说克莱尔，你等待了4年之久的关键时刻终于到来了。你的美国小伙子们将在中国地面空情网的协助下，用美国战斗机同那些横扫了整个太平洋的日本空中力量进行较量。是的，你似乎看到，此时每一个 P-40的座舱内都载荷着中国的命运，飞行在云南的上空。真希望你能年轻10岁，也能坐在飞机的座舱里，而不是待在这个洞穴里。这样，你能闻着氧气面罩中那淡淡的橡胶味儿，通过瞄准镜中的草莓红光环，注视着无边无际的天空，那该是多么的惬意啊，克莱尔。孙川将军，我们的声东击西是不是可以结束了？命令，我攻击机群，转向昆明，目标敌空军基地，彻底的摧毁那里的一切。是。16架 P-40马上赶往昆明东南的夷陵，日本人一定会途经那里，送他们下地狱。鲨鱼是红色明白。
本飞机在昆明近郊遭到拦截后，往境外撤退途中，双方遭遇了。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一定是陈纳德这个老家伙，用我们在南京空战的经验，在敌机返程的途中拦截了他们。长官，又掉下了一个大飞机，是日本的，双引擎，飞机向南去了。已经听不到声音了。行了，知道了，继续观察。高大佐，金兰，你给我盯好了敌电台，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。敌机进入我方境内就一直沉默，搜不到通信信号。等，他会出来的。明白。马上给我接上校指挥所。是。接上校指挥所。是。什么情况？参谋长，指挥所说，上校已经前往机场。哼，这美国人还真有两下子啊！陈纳德呀，这仗一下子打完了。哎，部长，救火没有？应该救火。什么叫应该救火？受空中通信距离的限制，指挥所的电台接收不到完整的空战情况。好在呢，上校把该下达的命令都下达了，应该有救火。就冲这老头子的功力，你也得相信他。那都不算，打下来才是真的。那就等着瞧吧，看他们回来的时候翻几个滚儿。啊？翻几个滚儿？这是什么意思？美国佬的习惯，凡是作战回来呢，先对机场做一个俯冲，然后拉一个快滚，表示打掉2架敌机。什么毛病？你给我都看清楚了啊！到底打几个滚儿？看，回来了！啊！来！这没打滚啊！一架都没打下来啊！真是太棒了！这打得太过瘾了！这该死的日本人，要不是我的机枪卡壳了，会揍下来更多。都冒烟了，我们各打各的，跟撵兔子一样。该死的，全乱了，疯狂射击，全都是。孩子们，你们现在都已经语无伦次了，我请你们一个一个的说。马小，你先说。头，如果每架飞机选上500的话，那么今天您可要破费了。10架轰炸机，每架都有冒烟。在我眼前栽下去的就有4架，头儿，我们是最棒的。真的吗？你是这么认为的吗，迪克？保守一点儿，我们也至少打掉了日本人的1半飞机，其余的也都歪歪斜斜的拼命往南逃。我们是最棒的，头儿。这帮混蛋，好极了，真是太好了。你们干的真是非常出色！嘿，万岁！嘿，万岁！万岁！下次要把他们全都打下来，飞虎队是最棒的，先生们，让我飞吧！飞啊！综合各监测站报告，在昆明以南找到6架敌机残骸，其余4架敌机带伤逃越边界。回河内去了。志愿队除1架 P-40耗尽燃油，在昆明市郊稻田里迫降，其余全部安全返航。这美国佬开场就打了个6比1。参谋长，从破译的日军通信上看，此次偷袭昆明的日军轰炸机中，只有1架平安降落在河内机场。这么说，是9比0了。是这样的，不过这个消息不便公开，否则日本人就会知道他们的密码已被我破译。好啊，好啊。专机上有无通信，
电流上。狡猾的森川呐！通知0号1号，让他们开车，随时等待起飞命令。是。如果专机按照原定时间起飞的话，应该还没有到达广西。看来森川是畏惧美国志愿队，才保持电台沉默的。等他们进入广西。到哪儿了？刚刚飞过凭祥，将军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已经在支那的上空。是的，将军。你告诉汉口，让他们给我准备一份东印度群岛的航图。去广州的途中，我要用它。明白，将军。电报员，告诉汉口机场找一张东印度群岛的航图。抓到了，专机在向汉口发报。位置？测向仪显示，专机是在凭祥和南宁之间。能不能再精确点？我们的机器没有那么高的精度。但可以肯定，专机是由河内机场准时起飞的，是一架9T重炮。按照其航行的速度，我们应该可以计算出飞机经过伏击上空时间。陈大茂，到，马上给我计算出来。是。报告，结果已经计算出来了。通知0号1号，让他们迅速起飞，到达伏击区以后，马上向我汇报。是。哥们儿，跟上了吗？在你后头呢。咱俩还是第一次。跟真飞机开火啊？那你就当那是假飞机。再说，这么多人都为咱忙着呢，你要相信组织嘛。行啊，你小子，没白教你。我呀，就是心里憋得慌，说出来好多了。听到了吗？听到请回答。别那么紧张。高大总，他们已经脱离了通讯范围。继续联系。是。是的。什么？
柳州空情站报告，有一架德瓦丁飞机因技术故障，在柳州以北的稻田里迫降，机号4521，驾驶员毛朝胜，副中生。看来只剩下0号飞机了。以这个时间，他应该已经进入了伏击区了。1号，回答我，你在哪儿？孙玉虎，一到地儿就拉稀了，是不是？啊？还让我教你？1号，回答我。报告。讲。监听电台收到我0号机在空中的喊话。走。1号，常顺，你听见没有？小乖乖，终于来了，让你尝尝咱们12期的厉害。将军，支那空军在我左上方。想跑？0号通话吗？不能通话，会泄密的。跑不了了，亲爱的。
他。没有第二把同样的军刀，上面还刻有裕仁天皇亲赐的铭文。那个第12期的飞行员找到了没有？找到了，已经不成形了。当地驻军给他葬在衡阳了。中央社的记者要报道此事，我没有同意。不要报道，要保证情报的安全。谁泄露了此事，我找谁算账。这你就放心好了。现在所有新闻的头条都是陈纳德的飞虎队。有人天生适合做明星，天生适合；有的人注定默默无闻，永远默默无闻。但是以后要记住，是刘长岭、翟刚、崇海、许世业、刘义夫，是中国空军斩获了此剑。一代名将就这样樱花般的飘逝了。尽管是罪有应得，可我还是有几许伤感。毕竟你做过我的老师，我们本不应该刀兵相见，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。是的，我感谢您当年的教学，因为是你让我了解了我自己的敌人。还是那句话，人呐，现在的所为就是你将来的命运。今天有此业，将来